我是瓜皮儿，《明日传奇》第3季前情提要。米克遇到年轻时的老爸，父子二人最后解开心结。为了阻止达克的阴谋，萨拉与他们一同消失。他在平行世界遇到了虚无的马鲁斯，随后被康斯坦丁找上门。星城2017年，也就是现在的时间线，康斯坦丁走进精神病院，催眠了路过的护士，走向走廊深处。他来到小女孩面前，他说恶魔告诉他不许反抗。他将小女孩扶到床边，拿出了十字架。他一边泼洒圣水，一边念动驱魔咒。女孩的身体几近被折断，马鲁斯占领了她的躯体。他告诉康斯坦丁不要再做无用的抵抗，他的灵魂已经坠入黑暗，等着跟另一个人作伴。他叫 Sarah Lance。女孩恢复意识，另一边的大妈医生说要抓她。当她把硬币抛向空中后，人已消失不见。她通过占卜匕首探测到时空飞船的位置，于是就跟着到了这里。米克脸盲地以为这个穿着披风的人是瑞普，他说自己是技术高超的魔法师，如果有兴趣，他还是金牛座的。接着又认出了阿玛雅的图腾，他更好奇里昂的身份，但他已经名草有主。米克说了说他的现状，然后去看电视。雷和阿玛雅在联手组装纳米机械手枪，这个手枪可以发出冰火兄弟武器射线相交时产生的爆炸能量，这也是已知唯一能够对付他们的武器。飞船来到萨姆纳精神病院，目前小女孩可能还没完全被控制，所以她要试试运气。萨拉接到了夏普发来的消息，她也体会到了管理局的官僚作风，还因为马鲁斯的事情被禁止探望瑞普。他想为这些烦心事儿跟夏普喝一杯，但他有点腾不出时间。里昂过来说出了他们的暧昧关系，还叫吉迪恩调出影像。低头抬眼，脸颊泛红，典型的求爱信号，gay啥都能看出来。他们假装推着病人在楼道里，诺拉的医生出现，萨拉上去要人，他不知道该怎么说谎，然后一巴掌给他们干倒。他去清理障碍，康斯坦丁带着小女孩去驱魔，刮痧流了出来。他说自己必须保护好她，占据她的这段时间。查理告诉他们，这个女孩的名字叫诺拉达克，他们需要她清醒才能驱魔。外面传来打斗声，他拿上冷冻枪前去帮忙。里昂负责去找肾上腺素，阿玛亚布迪被揍倒在地，海伍德趁他变成水的刹那将他冻住。他们要在他还没有化之前把他弄到船上。里昂拿到了肾上腺素，康斯坦丁已经设好了抓捕马鲁斯的陷阱。过会儿这里会产生很强的磁场。萨拉将肾上腺素注射进诺拉体内，稳定住情绪之后，告诉他们脑海里听到了数字6。萨拉归位，康斯坦丁开始召唤马鲁斯。女孩的身体开始抗拒，她突然站了起来。马鲁斯和萨拉打招呼，他们很快就会见面。康斯坦丁与他对峙，马鲁斯走出陷阱，他的能力困不住马鲁斯，他们被扔飞出去。诺拉一边在地上画符，一边念咒语，他们过去阻止时瞬间消失。随后诺拉恢复了原样，他们仍在医院，但是被传送到了49年前。萨拉认出了诺拉的医生，他们现在无法与队友取得联络，所以被困在了这里。那幅画在他施咒的时候掉到地上，所以他们可以通过它传递讯息。米克在看橄榄球比赛，但是队友们更关心消失的仨人，这俩更关心刮痧，他们不停地扎扎。米克大吼一声，给他们安排好了任务。二人假扮医患关系，朝着当时施咒的房间走去。虽然没有看到人，但是看到了一个图形。雷给他形容了一下，海伍德画出一只鸭子。扎利用手机拍照上传给吉丁恩，他说这是用来控制时间的黑魔法符文。两人再一抬头，看到了转移病房的诺拉。扎利用笑话开场，然后问他昨晚发生的事情。他说是恶魔干的，但这些医生只会为他吃药。扎利决定带他出去晒晒太阳。三人走到楼道里，萨拉听到了马鲁斯的呼唤，他继续向前走，但是后面的人无法再接近。他听到了诺拉的呼唤，墙上突然出现一双手，给他吓得瘫倒。康斯坦丁告诉他那都是幻觉，所以千万不能中计。里昂必须尽快在画像后做记号。他把纸条塞进去，但是被人扎了一针。诺拉的医生拿到手里，里昂说自己来自另外一个地球，他知道又多了一个病人。萨拉的情况越来越差，恐惧即将占领他的思维。扎康抓着他念咒，好在还能缓过来。他说自己辜负了一个叫做阿斯特拉的女孩，所以不能再辜负诺拉。他变出一张卡片，将它交到了萨拉的手里。两人对上了眼，萨拉一嘴亲了上去，然后他被按到墙上，阿玛雅回想起幻境之中的事情，这也可能是他需要被保护的对象之一。刮痧变回原来那样子，他责备阿玛雅没有保护好村庄。他小时候甚至把阿玛雅当作偶像，
但有一天晚上，他被人谋杀，他被抛弃，独自一人生活在战乱中的城市。他现在这么做，是因为达克答应他，给他保护村子的机会。里昂被抓到手术台，他十分想证明自己没疯。大夫说：“别担心，做完手术你就好了。”二人从门外闯入，萨拉一拳给他干晕。纸条的方法行不通，但是可以借用马鲁斯的力量画符离开。两人吵架就跟谈情说爱一样，里昂打断了他们，三人玩起了文字游戏。雷带头唱了起来，诺拉的心情也开始转变。到雷的时候，他一抬头看到了父亲被绿箭侠杀掉的新闻，他又开始丧。结果被马鲁斯控制身体，指甲拼命划破桌子，嘴里开始流出黑血，然后开始给大伙磕头。公共设施被他破坏，他们需要支援。但是海伍德在和他一起看比赛，米克告诉他阿玛雅在和水女聊天，他拿上枪就走。阿玛雅把幻境中的事情告诉他，还走进去说我们是家人。海伍德跑过来就要攻击，但是被他干倒。他要在那个空间里画出时间符文，他为 Sarah 布下结界，还有一个能增强他意识的唾液。Sarah 二话不说就给提了，他把海伍德扔向一边。阿玛雅又拿起了冷冻枪，他念动咒语， Sarah 的意识进入了平行空间，地上的符文在慢慢成型。但画到一半的时候，听到了一个女孩在哭泣，他看到了诺拉。诺拉说自己不想伤害外面的人。扎利悄悄靠近，但是发现他上前抓住诺拉却被挣开，他是那6个人之一。 Sarah 给他打气儿，果不其然，还是嘴遁最好使。符文突然发亮，他们上前抓住 Sarah， 三人成功被传送回来。 Sarah 也醒了过来。阿玛雅看来硬的不好使，放下冷冻枪后又来软的，果然刮痧放开他。他们说要给诺拉找个新家，达克说别找了。诺拉不敢相信地向他走去，他告诉诺拉，马鲁斯不是恶魔，他能给你带来力量，而你会用这种力量把我带到你身边。两人被定住，诺拉走到了他的怀里，但是他们现在还不能在一起，他要被寄养在那个医生的家里。三人就这么离去，他与恶魔通灵却没有受到影响。扎利意识到马鲁斯害怕自己的图腾，还说他是6个人之一，但是图腾只有5个，康斯坦丁可以去调查。临走之前， Sarah 过来表示感谢。扎康说还需要的话随时考我，还有其他被恶魔支配的人，他们同样需要我。 Sarah 说那一炮感觉还不错，谢谢。临走前，康斯坦丁问他反魔法枪的事，恶魔的力量仍然留在 Sarah 体内，所以可能会用到那把枪。里昂说很自豪认识他，但还是要道别，因为他要回去向雷求婚。基丁恩帮他接通夏普的通讯，他突破了调查局的官僚作风，但是瑞普潜逃。扎利把新写的程序连接到吉丁恩的处理器，他想在队友回来之前把事儿办完，但他们已经解决了时代错误。这俩人中途还开了个小差，吉丁恩正在对时代错误做着汇报，结果内核神经竟然被烧坏。扎利告诉他自己这么做是想看看有没有什么能钻的空子，让他家人得救，结果被 Sarah 一顿絮叨。扎利突然暴走，还说自己从来没想过在船上一直待下去。俩人气得不行，雷一跟头摔倒。他吐槽 Sarah 的同时被不明液体喷了一脸。装回去之后，基丁恩仍然没有上线，但是迎来了一阵风暴，城波号爆炸。Sarah 又絮叨了他一顿，他有点不知所措。雷又一跟头摔倒。米克说我没空，而且你说的我听不懂。而这俩人却在队员们执行任务的时候做。阿玛雅感到后悔，决定冷静一下。海伍德告诉他没感觉到什么异常，雷也一样。他试着修好飞船，这一次喷出来的只是普通液体，然后又来了一次。Sarah 重复着这些话，条件反射的给了他一下。他说自己试过2次了，然后雷给他注射了镇静剂。再醒来后，他打断了 Sarah， 把队友们传唤了过来。他说飞船马上就要爆炸了，然后被米克扛到了医疗舱。雷给他确诊了很多次，他甚至都有点免疫镇静剂。他说自己一直被困在时间循环里。内特告诉他你要找到我，对我说土拨鼠之日，我就懂了。他又经历了一遍，雷又摔了一跤，这次直接去找内特。阿玛雅走后，他说刺猬鼠之日，内特说是土拨鼠之日吗？他回想了爆炸的方式来自飞船内部，于是发现了米克竟然去洗衣服。他总会想起任务时唱的歌，于是给了自己一枪，顺便被阿玛雅顺走。内特去查明情况，随后他跟了过来。他们决定清空记忆，但是在清空之前还想再来一次。扎利说你杀了我吧。他又找到内特，这次趁着米克去洗衣服溜进他的房间，但是内特的脚却被夹住。这次他们躲了过去，打开箱子时海伍德被电死。破译了密码之后，两人被喷了一脸墨汁，里面放的是他写的黄色小说。这次二人来监视雷。Sarah 说自己快被气死了，雷赶紧让他喝杯茶压压惊。两人冒出来给他吓一跳，然后他说是康斯坦丁让他杀 Sarah 的。
这次决定跟踪 Sarah。雷把他变小，然后自己也变小，俩人趁着舱门关闭前溜了进去。Sarah 收到了夏普发来的消息，他在向夏普倾诉，他觉得扎利是位很重要的成员，但最近的行为有些过分。夏普表示赞成，因为他们都会为了家人做些过分的事儿。然后俩人闲聊了起来，扎利感觉夏普喜欢他。Sarah 听到了苍蝇的嗡嗡声，然后一报纸拍下去，他又找到了内特，内特一下就猜出了缘由。扎利被困的次数太多，感到疲惫。内特说：“我们可以合作一下。”两人做了些莫名其妙的事情：偷袭米克，拿喷火枪烧飞船，穿内特的战衣，看米克的小说，拉小提琴，接住雷，还给俩人做了个字幕。他找到内特，说自己对这样的生活感到厌倦，走到大厅拿起枪，结果里面没有子弹，给 Sarah 吓傻了。他把之前的经历说了出来，炸弹还有30分钟爆炸。米克把酒瓶扔掉，结果被弹了出来。他们来到了垃圾压缩机，发现了盖瑞。他计算错了位置，所以出现在这里。米克拿出一个盒子，一生气给踩碎了。可这东西让他们陷入时间循环的机器，因为他们接到警报说城堡号会发生爆炸。可现在时间无法再循环，他们还有5分钟时间找出炸弹。他们从录音机里发现了炸弹。扎利拿起炸弹，想了一个办法，他关闭了通道，让米克继续把黄色小说写下去。你们俩虽然拥有特殊的爱情，但是别在任务中做爱了。雷让扎利意识到人善良的一面。Sarah 虽然很暴躁，但你是这艘船的灵魂，所以别再怂了，赶紧去约夏普。时间差不多了，他激活了风图腾的力量，炸弹临近爆炸，但等时间到了之后，一切又消失不见。基丁告诉他，虽然我是人工智能，但我是存在的。现实中你正在接受治疗，因为修飞船的时候出了事故，你现在能活着就不错了。他的意识被吉丁恩上传到数据里，当时他编写的程序算出，想救家人只有一个方法，就是和传奇合作。吉丁恩这么做也是为了让他意识到队伍的重要性，而经历的这些都是吉丁恩根据对成员们的了解所推测出来的。还有一个问题，就是为什么盖瑞会卡在垃圾箱的压缩机里？吉丁恩说，因为这样好玩。醒来后，他让雷说了康斯坦丁的事儿 ，Sarah 表示理解，又让两人不要逃避，用闪光枪不是好办法。然后俩人又来了一炮。米克在写小说，只不过改结局会更好。2018年云南省，瑞普找到了皈依我佛的沃利。我是瓜皮儿，下期见。